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赵先生，59岁，来自吉林，保安；李女士，56岁，来自吉林，退休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是因为照顾外孙女和老头异地分居了5、6年了。刚开始分开的时候还挺好的，现在异地结束了，我们之间却出现了问题了。他脾气太多了，管我干这，管我干那，我感觉现在一点自由都没有。他之前就是过得太自由了，啥事都不跟我商量，现在看我哪都不顺眼，这样我还不如回我姑娘那儿去，让她一个人过得了。哦，这个是因为照顾孙女儿，然后异地了一段时间，现在重新在一起生活了，觉得不适应了，是吗？是啊。哪年去照顾的外孙女儿啊？2019年。那每一年您2位是在什么时候能聚在一起呢？每年能见2次面。春节的时候，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家，然后每年夏天的时候呢，我要带着小外孙去老家那边避暑了，回家看看老头儿。您2位是结婚多少年了？34年了。那现在外孙女是开始上幼儿园了，所以您就回老家去了，对吧？啊，回老家跟老头儿一起生活。那这说说吧，这一起生活出现啥问题了？那事儿就多了。那我就是刚回去的时候一看，哎，这个家让他造的，让我简直的我接受不了。我家厨房这个墙面上全都是崩的油点子、大黄渍啊，然后抽烟机也不洗，这个灶台上全都是那个残渣的这个菜油点子。锅具啊、碗呐，都背面都是焦黄的，地也那么脏。我一揭开饭锅一看，锅里边都长毛了，我可真的是接受不了。之前分开的这5年，您每次回家，家里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他知道我要回去了，能简单的收拾一下，也不是那么彻底。这次可能间隔时间长了，我回去一看，简直让我接受不了。那个马桶上转边都是焦黄，里边那么脏，地下那拖鞋扔的到处都是。可能洗澡的时候打的那个沐浴露那个沫子都弄得墙面上全都是点子。啊，最可气的是拿我的浴帽当抹布。他离家5、6年了，这5年时间吧，就我自己在家，在这个收拾卫生这方面吧，可能是欠缺一些，因为我是个男士。我这个每天上班啊，这个时间都挺紧的，我不可能像女同志那样似的把屋子收拾干干净净的，擦得利利索索的。像他一天都搁在家时候擦好几遍，我可能啊，10天半个月呀才能收拾1遍。但是我以工作为主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不能搁家里边啊，像个女同志搁家里经常这个收拾卫生啊。过去那20多年是谁收拾家务的？是我。他收拾，就是他其实本来就不会，就是懒，给自己找借口。那个浴帽买好几年了，搁那搁着，那个也不是闲的搁家。然后我吧收拾卫生的时候，我看见这个浴帽挺柔软的哈，擦皮沙发不正好吗？哎，我就擦沙发了，哎，擦沙发我也忘洗了，回来吧他就发现了，一闻不是味儿啊，然后他跟我发脾气急眼了。这块咱就先不说，你就说你个人这块吧。今天来到这儿了，你穿干净的，这搁家鞋也不愿意换，然后就提着它了就往进走。洗脚呢，还非得把那个盆端到那个客厅里边去泡去，然后坐在沙发搁那儿享受，弄得满地都是水。不及时清理，把我地板也泡了。然后呢，我说的你回家把那花给我浇一浇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浇一次水，搁那咕咚一下子浇一桶啊！你是把那地淌的水也不清理，完了也把那地板给我泡了。我刚刚装修没有多长时间，都没怎么住。我们家就得有个家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您回来了就有家的样子了。对，咱们这个卫生的情况先放在这儿，我们知道了，就是您对这个一回来看见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不满意，还有什么现在不满意的了？啊，还有就是对外边人就是可大方了，谁说的？哎呀，三哥呀，那个我这段时间手头有点紧，你给我拿点钱吧。哎，就是拿300、500的，这都是常事儿。
就给人家我就不好意思要了。最可气的有一次，他说是个朋友，还是搁市场认识一个朋友。人家说的那个啥，有事儿说的借他5000块钱，咱说5000块钱，你说多，也不算多，挺多的。但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是不是也不算少？挺多的，对谁家都挺多的。然后呢，刚开始说借了，说的1个月就给他，结果呢，1年多了也没给人家提了2回，完人说的现在没有钱，就这么一直拖着也不给，现在电话也联系不上了。完了那天我回家了，说的你看我不好意思要，你去要去。你说啥事？那你说朋友在一起跟你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我现在手里缺个300、500的，300、200的，那你说都有，能不借他吗？是不是？人借不给你了吗？那后边那个二明子说是他有急事需要5000块钱，需要5块钱，我正好都有5000块钱，那就拿去呗，哥们都挺好在一起。那个外边你说没有个朋友相帮那也不行，那咱们没有难事吗？如果有难事的话，您对朋友大方，您对阿姨怎么样？对我就抠了啊，特别抠。怎么抠了？我就举个例子吧，我说的那个老头，我说你上街，你给我买个腰带，这家似的答应的可痛快了。到市场给我买回家往那个床上一扔，说你看我给你买回来了，完我就拿了我就扎上了，扎上我就拖地干活呢，然后我就一下子就鼻子就痒痒，就一下就打一个喷嚏，嘎嘣一下就折了。你说你给我买的是啥玩意儿啊？你啥事都说。你说你要多花点钱给我买，你说你能给我买一个那么便宜那么劣质的东西，打喷嚏都能折，你说他给我买的是啥玩意儿？这个腰带吧也挺美观的，也挺好看的。多少钱？他回去扎上了29.9块，也是寸劲儿。这一年吧，他在这个姑娘那块吧，他也是体也是胖一点了，是啊。你得了吧，你埋汰谁你？你那吧，你说打个屁股就折了，我感觉那不是打屁股，简直是打雷，这是。你埋汰谁？你埋汰谁呀？你别说这事儿了，你可他折了。结婚这么多年都没给我买个礼物啊！完回来了，说的你看我还给你买双袜子。那完我说行，完我也没细看，我就搁那边了。正好第2天我朋友找我说姐，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上我家来咱们那个聊聊天啥的。我寻我去我就拿个新袜子穿上，上人家你说我进门了，人家给我拿拖鞋。我这一脱鞋，脚趾头露出来了，我多尴尬呀！你说，那是你脚干多长时间没脚的缘故？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怨我呢？他就没舍得多花点钱给我买个好的啊。还有一次，我俩去逛街去，正好是赶上38妇女节，看人家道边卖鲜花的，完了说的，哎呀，还卖花，还到人跟前瞅瞅问问，说的，哎呀，我说你看啥呀？我说你还要买呀？问问。那花多少钱一朵啊？人说5块。哎呀，那走吧，5块钱都没舍得给我买，你说他抠成啥样？年轻处对象的时候都没有买过花，你说现在要花有啥用啊？拿一个花5块钱，你说走一会儿完了还得扔它，还不如买双袜子。就是抠呗。不是，那你凑上去问什么呀？我寻打听打听呗，是不是？等如果便宜吧，我就给买一朵。哦，还是因为贵就买了。对，要是1块钱可能就买了。行了，这知道了。还有啥觉得现在变了样的？还啥事愿意私自做主？刚回去不几天儿，然后就有人敲门，敲门问我寻思是干啥的呢？完我就开个缝，完我一看这外面好几个人，完我说你们干啥呀？第一个人还挂一个牌儿，说的姐呀，我们是那个啥中介的，你家这个房子不是说挂到网上了吗？要出售。我说没有的事儿啊。他说的是你家叔叔挂的吧，是一个男士。那我说你等会儿，我说我打电话我问问他。我一打电话，我说的是你给咱家房子挂到网上了吗？他说是啊。他说那个我寻思挂网上，我看到那个准备合适了，我就给他卖了。当时我就火了啊！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你咋不跟我商量？这我跟你商量啥呀？你说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吧这个年轻，这个手也没有钱，就5000块钱，您当时就把房子买了，也没跟我商量，私自做主。哦，买房的时候没跟您商量，没跟我商量。卖房的时候我也不用跟你商量。卖房子我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卖这房子吧，现在是啥呢？正在往出搭个这个房子，看有没有人买。卖的时候我得跟他说，我不能就是不跟他合计。还没卖呢，跟他说有啥用啊？那卖了这房，你也得跟我商量。你有这种想法，你就得跟我商量。别吵。这房子卖了以后，您二老住哪儿去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吧手有几套房子，他买第2套房子时候吧也没跟我商量，但是后来呢，拿首付的时候也是我掂的钱。
完了第二套房子卖了以后，出手就挣着钱了。哦，挣了钱以后吧，他可能也得这个甜头了。他就啥呢？就是这个总在这房子方面就是打主意。第3套房又没跟我做主，离我们住那地方挺远的。都到苞米地边了，你说这边上了吗？我也反对。这是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。为啥要卖这个房子呢？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吧，他在我们那个郊区又买了一个房子，最高价数买的，现在呢，掉价卖不出去，我就寻思把我住的房子卖了，然后我到那儿去住去。就这个房子现在卖，但是跟你买的时候吧还是挣钱，但跟炸板卖的时候还是赔钱得差30万块钱。他还做啥主没跟您商量过的？你比如说孩子就业问题，他就私自把这个孩子送到播音主持学校去了，我就非常反对。因为我们吧是个农民出身，也没有什么文化。你说将来孩子一旦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成绩了，不可能安排在我们家门口，他肯定到外地。如果到外地的话，我离孩子远了，见孩子面就少了。结果孩子毕业以后呢，就分配到外省了，在那工作了9年，事业很好，是啊。但是来讲呢，不是为了孩子好吗？你为了孩子想，我为了孩子好，没有你这个决定，我能跟孩子分这么长时间吗？孩子不给他选择一个好行业，没有你这个决定，那孩子能嫁到北京去吗？孩子嫁到北京去不挺好吗？现在我们造成矛盾了，通过这个事儿离家好几年，现在回来就拿管孩子的方式管理我，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，我站的也不对，躺的也不对，穿衣服也不对。刚才你们听说了吧？啊，我就是不打扮我自己，不收拾自己。我说这个岁数我收拾啥呀还呀？以前说您吗？以前不说，以前就是回来就变了。他也不这样，他也不这态度，现在是又臭又硬的。然后他对别人可大方了。你看，朋友谁说，哎呀，哥们咱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来吧，上我家来喝点吧。撸歌挽袖的上厨房做菜，就最可气的都啥样？不管是来俩人，来一个人，1瓶白酒再买几瓶啤酒。我有的时候我寻思来人怕给人家喝多了，你说俩人喝，1人得喝半斤。我要是也跟着掺和喝点的话，是不是他们也少喝点？我怕给人喝多呀，我就拿个杯，我就主动的我说你跟我也倒点，我就这样啊。哎呀，我这跟他遭这个罪儿啊！那时候这家就喝干了倒，喝干了倒，一下给人喝多了。这家人家躺到炕上了，这哇哇的吐，这他一看。这没招了，整不了，嘎嘎给外边那狗叫进来了，嘎嘎上炕上一顿吃。你说你想想，就这人，然后我这人也是的，就是我没有别的啥爱好，就没啥事就愿意哼哼唱歌啥的。你还提这事儿呢？你要唱歌唱得好也行，是不是？唱的歌啊，唱前句找不着后句，有前调没有后调，哎呀，丢三落四的，有那么难？声调不好听，不有那么难听吗？不管有人没人，想唱就唱。你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似的？来，阿姨，今儿我们给你个大舞台，今天在咱们节目唱。故乡的爱，故乡的情，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，几度芳草绿，几度霜叶红，遗忘的同伴依然在梦里。哎，我有点紧张了，没事，可以了，我有点紧张，忘词儿了。阿姨，我跟您说，这个舞台，阿姨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声音非常好听，我都嘚瑟，我都就是没有，您声音非常好听。您呀，去找一个老年大学，把您的唱歌稍微规范一下。您声音非常好听，这是一方面呢。完了还总笑话我，刚才不还说我吗？你胖，然后我寻思我买点那个减肥的东西，是，反正就有的时候就效果不是那么理想。这他也说我呀。说用我花钱了，啊！你这一天造上钱，你说我这啥心情？我花点钱，头次减下来，减去30多斤，完后不几天呢，又胖起来了。你说你减它有啥用啊？对身体肯定是不好，我感觉。那我寻思，我搁家整点那个营养餐，弄点水煮菜啥的吃，这也说我没给他做好吃的。那你说是不是应该都得互相体谅？
这也不行，就说我你都长成那样了，你还那个减啥肥呀？你净寻思花钱吧那我说的你不是实话吗？原先这么熟，现在这么出息呢，你说这能一样吗？那我没说你磕碜呢。哎呀，我天！这我回来了，天天哎呀也就你过就好好过我呗，你这个那个的，挑三拣四的，磨磨唧唧的，没完没了的。哎呦我能受得了吗？您这个嘴是真厉害呀、这一大连串的形容词儿，我的天哪！就那叔叔阿姨，今天这个来我们爱情保卫战了，您二位来就是想倒苦水呢，还是说真的想要让我们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？那我寻思让他给他那个脾气改改，那个说话别那么犀利，就能挖苦我、埋汰我，我有那么磕碜吗？哦，多表扬您。我也没挖苦他，我感觉。您说您的要求。你的嘴啊，真不好。对，您说您的要求，您今儿来了以后想怎么办？就他这种对待我这个这个语气呀、我有点接受不了。现在老师帮我教育教育他。行吧，我们知道了。这个赵先生和陆女士，你们听完叔叔阿姨的故事，你们有什么能劝的？如果是自己爹妈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是自己爹妈的话，我觉得因为这个叔叔一直都在挖苦阿姨，然后我觉得常年的这种可能也不爱了，那不如就是我觉得分开可能比较好。这你爸你妈要在这儿，你就直接让他俩分开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就是我觉得叔叔可能姑娘，你是个狠角色呀！我觉得叔叔已经不爱阿姨了，然后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。好，与其彼此更加伤害，不如现在就分开。干脆分开吧。他劝你们离婚啊，你们离吗？离吗？那我觉得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让他改改。啊，大哥你离吗？我们这个离婚不能离婚，因为我们有原则上的问题。不离，行，知道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就认真听听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宝贵的建议。你俩其实是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。你们俩就是因为分开了大概5年嘛，5、6年，你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因为这5、6年当中，你们彼此有各自的生活，你们有自己的朋友圈，你们有各自的生活习惯。叔叔您在老家，然后阿姨您是在北京是吗？对。所以他一定有他的都市化的这种视野，他就是现在去过大城市生活过，所以他的一些生活品味格调，包括习惯、个人爱好，他都会像城市里的老太太一样的。但是并不是说你们两个现在就没有办法说继续往下过，而是我觉得要大家求同存异，就是你们至少保证公共空间是一个比较干净整洁的。您也别逼叔叔说他一夜之间就能做出什么巨大的改变。您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和状态，我觉得这点你要向他学习。叔叔是真的积极的方面去想，他其实不是在管你，他在引导你。那个阿姨，您不要去老是说他损你，而是你鼓励他。你说来，你觉得我唱的不好听，我们一起唱，我们来唱个刘海砍樵，干什么都可以。就是你要把你的快乐分享给他，因为您的快乐现在是完全把他隔离在外的。他刚刚一直在强调说孩子那么远，我一天到晚也看不见孩子啊，一年到头我也一个人，他像孤家寡人一样，他心里也有苦啊，他也默默付出了为家庭。咋了，叔叔？其实吧，这个老师讲的非常好，真讲到我的心里去了。我们俩真的是陌生的亲人，陌生的亲人。是，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对，所以您这5、6年跟女儿在一块儿，跟孙子在一块儿，您过得是挺开心的。但是你忘了家里还有一个他好像就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感觉他的就是感觉好像被边缘化了一样。他其实只是想得到你们的关注，得到你们的爱护，想让你什么都跟他在一起，然后想让你们都不一一致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想跟您一起好好携手到老。说完了，谢谢文老师，谢谢文老师。没事，这一下你看把叔叔给说的，勾起了很多内心的这种委屈哈。是文老师说的特别好啊，尤其说熟悉的陌生人啊，一下子就把大哥的眼泪给勾出来了。因为他其实想夸你来着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夸。对，他其实很害怕你走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你留下来，所以到他嘴里就变成了挖苦人。他挖苦你是一个自我防御，就是我害怕你走，我害怕你变得那么好了之后不要我。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是吧，像调侃一样说那几句啊，吸引一下你注意力。他在闹，在要糖吃啊，
这里面有一个叫反向遗弃的问题，就那5、6年你遗弃了他，你觉得自己很崇高，我为了女儿我去照看我外孙子，但家里面这个人是跟你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人，你的外孙子出生没多久，你为了一个出生没多久的人离弃了一个跟你生活了20多年的人，在5、6年的时间里面像候鸟一样，1年只见2次面。好，他没说什么，让你去了，结果你去了，你回来之后，你摆出那个样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是一个北京回来的老太太，我看不上你，我看不上你现在的生活，你和他之间的那个生活习惯已经完全错位了，是你不习惯，是你变了，不是他变了，他其实没有这么变。其实大哥内心的委屈在于什么？就是我在这边苦苦等了你那么多年，我什么都没有变，但是你回来之后，你就这个也瞧不上，那个也瞧不上，就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我又给不了你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去北京给你买个房吧？他心里面不就在想这个事儿吗？对不对？我又不能变成那些北京的老头，那你希望我怎么样呢？所以他只能通过语言上的方式来不断的来攻击你。其实你没发现一个细节，他为什么要卖房子？他卖房子是想走一步棋，这步棋是什么？你一回来不是嫌这儿也脏，那也不行，我干脆把这个房子卖了，我们去一个新的房子重新开张。哎，那个房子里面总没有你说的这个脏那个脏吧？然后我们重新开始，你重新按照你的方式把这个生活给布置起来，把生活习惯重新调整起来，那你就不能埋怨我这个脏那个脏。大哥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但你为什么不说呢？要学会沟通，努力往回走。我能看得出来，大哥其实心里面是想努力的，只是他现在说不出口。现在看大姐，你愿不愿意再努力？你要愿意再努力，我倒是觉得这个房子可以卖，但前提2个人商量，卖完之后重新开始你们全新的生活，在这个全新生活框架里面，听大姐的，生活习惯听大姐的。第2个，每天抽1到2个小时时间唠嗑，一开始可能不习惯怎么聊，但是呢硬聊，每天1到2个小时。第3个，2个人一起出去旅行一趟，最好是隔2、3个月出去旅行一趟，迅速的把你们之间的审美和生活习惯给重新弥合一下。这3个事情如果做到了，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可以挽救一下，从离婚的边缘往回捞。谢谢陆琪老师，你看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。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，方法很简单，大家只要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行。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记得亮明自己是爱宝粉丝的这样一个身份啊，因为你亮明这个身份，他能送新人礼。刚才陆琪老师着重说的是叔叔这些年自己在家孤独的这种感觉。其实叔叔，我想跟您说的是，阿姨这些年去女儿家带孩子也特别的难，她会害怕女婿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，然后这个小孙子孙女如果没有照顾好了，会不会落埋怨？女儿女婿上班了，她带着小孙女的时候更得加倍小心，因为不能磕了，不能碰了，不能凉了，不能热了。伺候完小的，又得给女儿女婿准备饭菜，还得想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。说白了，为什么现在带孩子的老人普遍是姥姥偏多？不就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吗？所以他在女儿家容易吗？他在女儿家难道不孤单吗？您看似他好像一大家子人，每天有小孙女陪着，每天有女儿女婿陪着，都围在他身边，其实他心里是孤单的，因为他在那儿，他就是个外人。阿姨，说句实在话，您是不是回到家过得比在女儿家要舒服？就是他再脏，你再看不惯，过得是不是也是自在的？对吧？对，也是踏实的。这就是自己的家呀，这就是老伴儿啊。所以你们的这种的相互大家抱怨的模式啊，我反倒不担心。最害怕的是老两口谁都不抱怨了，你一个人一个屋，我一个人一个屋，每天见面连话都没得说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反而你们这种状态，我倒不担心。相互抱怨、相互埋怨，已经成为你们生活的主旋律了。只不过，就是在
真的说动气也好，或者还是说我们可以马上就翻篇儿，我觉得要选择后者。我们不是真的记恨对方，因为大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虽然分开5、6年，但是彼此还是最熟悉的。看不惯的、看不顺眼的，咱们多想想对方的不容易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，你们这个就过去了，这个劲儿就过去了。只不过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有点别扭而已。你就正常的夫妻2个人，比如说大家一出差10天半个月，再一回来看对方也都不顺眼，过了那个劲儿就好了，没啥大不了的啊。我问一下啊，他还有谁？他有我呀。哦，他还有您。您回来之后，您还有谁？他呀。您还有他是吧？我们2个一起生活，就是基本上有这么一过程，先是在物理距离上被抛弃，只剩彼此了，就开始互相嫌弃，再老一点就开始嫌弃自己。哎呦，要没有我老婆其实生活质量比现在强，她不至于每天得照顾我，基本上是这3步。我不管是女儿女婿啊有多孝顺，但是在物理距离上。是不是就是1年见2次，在距离上先被抛弃了，然后就开始只剩彼此的时候，就开始彼此嫌弃了，到最后该嫌弃自己了。那咱现在是互相嫌弃好，还是互相找点乐子好？现在吧，这么说啊，我们之间吧，并不是说啥呢，嫌弃，就是啥呢，我们互相就是也得说。他唱歌好听吗？就是他胖不胖？赵以前是胖的。您刚才说了啊，我们不是互相嫌弃。对，这就是嫌弃。啊，这就是是吧？这就是。那我问一下大姐，我们赵大哥他洗脚是不是特别讨厌？对，就是说的他做事情的时候吧，就有的时候不顾及小节。还是特别讨厌是吧？有一点儿。哪怕只有他了，还是特别讨厌是吧？就人还是好人，就是我就觉得他的习惯改改。没事儿，就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，到那时候就这样。很多就是子女在外地的老人家，都是这3步：被抛弃、彼此嫌弃、自我嫌弃。您是打算把这个日子过得开心点，还是就这样互相数了？既然我们都明白，我到最后只有他，他到最后只有我。既然我们都明白，咱们是把它过得是开心点儿，还是就像现在这样？开心点儿。开心点儿。您自己琢磨。至于生活习惯上的事儿，我可能没什么发言权。他就是从北京回来了，他就是适应了一个家庭卫生条件非常好，人人相互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生活细节上的自我约束。这个我没有资格说。但是呢，开心还是像这样嫌弃，您2位琢磨。其实我听几位老师，包括大哥大姐讲的，其实心里挺有触动的。我觉得这期节目最应该看的、最应该来的，不是您2位，是您的女儿。您2位没有本质的问题，也分不了。但是大哥这么多年过得不好，从家里刚才大姐描述的那些，我觉得哇，大哥过得好惨，只能够去花钱去外面买换一些所谓的情感交流。为什么对外的朋友这么好啊？其实买3块钱的袜子舍不得买的那朵花是大哥的常态，但是为了结交朋友，为了多一些感情的链接，他要去外边花钱去找这些友情。大姐过得也不好，那不是你们家，你在为别人再去付出，女儿也是别人哦。然后外孙女上幼儿园了，不需要你了，回来了，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抛弃。但是就是因为老两口在一起时间太短了，互相就都过毒了，就不再适应了，所以要进行磨合。谁造成的？如果你们一直在一起的话，能有这样的问题吗？哦，马上第2个问题又会来了，老2出生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去，那这样的日子还要重新再重演一回，再去磨合，谁造成的？这是我们的孩子们啊！为什么我们生了孩子却要甩给自己的老人去带呢？
为什么一定要让两个本来是没有问题、相亲相爱的老年人要分开呢？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反思啊！这期节目一定要让你们的孩子好好看看。解决方案我觉得很简单，要不就两口一起到北京，既可以照顾孩子，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因为大哥是一直期待的，不想孤单。要不就是老两口一起在家乡，时不时的到北京旅游看看孩子们，但是核心的是过好你们的日子，尽快的按照几位老师的建议磨合好就可以了。彼此都有这么多长时间的一个亏欠，对彼此，我们真的应该把接下来的生活留给自己，留给你们两个人一起度过，而不是别人。别人都是点缀，你们才是真正应该过的生活。你们俩在一起，就这样。我们大家给您二位的建议就是这些，就是您二位可以好好想一想有没有用，也想一想各自身上的一些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换上第二组嘉宾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赵先生，32岁，来自北京，待业；陆女士，31岁，来自河北，待业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感情出现问题的责任在谁？肯定是他呀，他天天这个理由要钱，那个理由花钱，谁的钱天天经得起这么花呀？反正我是不行。他呗。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关心我，过生日的时候连个蛋糕都不给我买，还一天到晚的跟女生暧昧聊天。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的对我好，不是真心喜欢我。他花起钱来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看上了我的人还是我的钱。他老说我乱花钱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不挣钱吗？但凡他上个班，还在意我花那仨瓜俩枣。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恋爱的状态是吗？对，恋爱关系。谈恋爱多长时间了？半年了。半年就这么多事儿？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从国外回来之后，他就是那种语音就是长时间的那种不回复，有点那个冷暴力，跟之前的态度有一些就是很大的改变。之前都是那种语音秒接的，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出国是干嘛？出去玩然后出去了10几天吧。他去了吗？他没去。所以你回来之后就感觉他变了是吗？对，跟之前的态度有特别大的那个改变。为啥呢？我就不想跟他接触了，我就感觉我干什么他都满意不了。那你举几个例子？我带他出去玩吧，然后去这个地儿去那个地儿的，然后他就不开心，每次跟我闹脾气，成天给我摆一张臭脸，然后就是天天对着我。也不是每次不开心啊。就是他说的是有一次去那个大峡谷，走路走了3、4个小时，下面的时候坐那个缆车就40块钱他都不愿意花。然后现在我的那个脚还那个磨破皮了，现在这个脚上面还有印呢。他那个磨破脚是因为就是最后他生气，他疯狂暴走。我为什么暴走啊？那暴走不是因为他说我再也不要精神内耗了，那我肯定会以为那你就不想就是在一块儿了，那我肯定我就暴走，自己打车那回家呗。我根本就没有这意思。那我觉得就当时是因为就是我们去的比较晚，然后回来晚，我比较担心了。他就生气了，就他说让我自己想，我说我才不要精神内耗，他听错了。他老说我对他不好，说我抠，然后他1年过3次生日，第1次生日就根本就不是他的生日，就是他凭空捏造的一个。怎么过的？花了多少钱？第一个生日就是我先给他转了一个1314嘛，后来呢他就说带我去买点化妆品，说花700左右，我说也行，我说那咱就去买。等到了那个地儿就不一样了，一下就变成2000多。然后后来就我说那就买吧，买就买了吧。然后我也没说什么，而且跟我说就过完这生日之后，后边2个生日我就不过了。我说那咱就过。然后那个化妆品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粉底液，它是1000多块钱，我以为就是500、600块钱呢。你带他去买化妆品，你不知道化妆品多少钱？当时那个粉底液我没有买过那个牌子，别的牌子有，就是明白。对，之前买的是别的牌子。还有吗？那第1次生日还有花钱的地方吗？没有了。第2次，然后他就非要买一个黄金。不是说后面不过了吗？对，他说不过，但到那天就变卦了。当天我给他买了一个鲜花嘛，就是早上买了一束花，然后我说咱们就是稍微简简单单的稍微过一下，不行，他非要买一个那个黄金手链，就必须得买。然后当时我就是经济情况也有限嘛，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他就让我给他就是
转了2000块钱。那个黄金手链是我自己拿自己的金条，然后我自己的金饰品，然后所有东西加在一起，自己还添了钱，他只添了那个2000，那个手链要1万多，其余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，而且这还是我过生日的情况下。然后就是第3次，就是我说实话不想给他过，然后又给他转了1200。为啥要给他转呀？他就管你要啊。所以就是1年3次生日，每次生日的破费都挺大的。你刚才还说，你说他不管你死活是啥意思？就是在他出国的前一段时间，当时就我也给他转钱了，大概转了就是陆陆续续吧，他就各种理由没有钱，陆陆续续转了7000左右。我带着那个转账记录，然后能放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眼那个转账记录来。那3笔都是就我陆陆续续就是单给他的。你看他给我起的名字，对他狠吗？他天天跟我犯狠。那个13、14就是第1次过生日。然后下面那个2000，其实是因为就当时的时候跟他是那个营养课认识的，然后当时就是也上一些就互联网的一些课程，包括一些会计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就是去工作，然后就是希望生活有一些保障，所以那个2000是这么来的。平均1个星期1到2次。对，你看日期啊。对，然后这是2个月，到10月31号，9月2号到10月31号2个月。他是9月12号是第1笔吧？是吧？9月2号是第1笔。 9月2号第1笔。对，9月2号第1笔，然后10月31号。哎，行，小伙子，我能问一下，您工资是月薪多少啊？我现在待业，但是有收入。1个月收入多少啊？我收入不到1万，就是8000左右吧。但不稳定是吧？不稳定，对。行，咱接着说，就说他那个不管你死活的那个。对，我然后当初就剩800了，把钱都给他了，就我没有钱了已经，我自己就留800，他就非要去。你天天跟我说没工作，然后没有钱，那你怎么不去工作呢？那你跟我说什么工作能养起你？没事，咱们先别转移话题。你剩了800，然后他非要去之后呢？去那个野生动物园啊，然后玩。我想那他应该多掏点吧，对吧？因为我把钱都给他了。然后他1分都不掏，然后我又花了500。他怎么没有钱啊？他在北京有房子，然后每个月还可以出租，但是他就是不去工作，而且他今年已经30多岁了，让我怎么相信他一点存款都没有啊？然后那个野生动物园就是我们2个人，他说那个一个停车费应该是大概就是200块钱左右，一共就500块钱，然后200还让我出，我就不太能理解。他最后那200也不是他出的，是我出的。你是抢着付钱的呀？也不是抢着付钱，那都已经到了，那只能交钱。再说了，你不想去吗？我说那缓一缓去，他说不行。什么时候我说了？那最后不是还剩300块？你来这污蔑我呀？对，还剩300啊，剩300，然后然后到第2天啊，然后他又叫我，他非要做一个75的美甲。当时就剩100多块钱了，然后后来他就走了，就是去国外了。那个美甲是我平常就是自己做美甲的话，就是去办卡，然后打完折也得300多块钱。然后因为就是说考虑他的那个经济条件，老师你看我给他花钱，他还不落好，就落不到一点好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能听我说话吗？那个美甲是因为我平常自己做的时候也要就是打完折也要300多块钱，然后。因为考虑他的那个经济条件，所以然后就去找了那种价格特别低的，然后自助美甲就一共就50多块钱，然后去国外的时候就是那个胶和那个皮还粘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当时他还剩300是吧？你考虑到他经济条件了。去野生动物园那天不知道，后来他给我看了他那银行卡的余额，那个时候才知道，然后他原来真的只有这么多钱了。所以你才把这美甲变成了一75块钱的，是吗？50多块钱。50多块钱，70多。 70多，哎，咱不整50多、70多差。哎，那姑娘你自己做，花钱不行吗？你不是自己做300多的吗？就是之前他是愿意就是跟我一起去的。不是，是我后来被他叫过去的，过去然后上来就什么付账的就来了，就这种意思。我就当时听着就特生气。你不想陪我吗？啊？他陪你，他就一定要付账单吗？然后就是他出国期间了。 出国期间，然后他又管我要了那个800块钱，要800块钱跟我说要买一个旅行箱，他说买的东西太多，然后当时就是确实我手里就是他出国期间我就有点钱了，然后等我接他那天，发现那根本就没有旅行箱，就一破纸箱子。那个旅行箱是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就是在买面膜什么的，然后买东西每次就是买的东西比较多，就是东西放不下了，正好就说啊，那要不然添一个行李箱，他自己说那个添一个吧，然后。
那个他说多少钱，我说那就800块钱吧。后来还跟我就是那个讲价，说500行不行，300行不行？那我肯定讲价呀，那我当时就剩100了，我还不讲价呀？因为我自己去国外玩的话，那个钱他根本就不是他没有出那个钱。我在国外的话，一个人住酒店1天就得2000多块钱，然后还你花多少钱也没给我花，主要是我没给你花，但是我出去10几天我都花了7万块钱。你出国回来给他带礼物了吗？给他带了呀，带一薯片，但是那个是黑松露的。而且我之前就是也有给他花钱，然后我们刚上那个营养课上学的时候，然后一块儿大概就是第1次吧，一块儿出去吃饭，然后带我去吃那个15块钱的那个自助，那个肉都馊了，然后我还吃了，把那个15块钱我还转给他了。当初也没好想，他说他不想欠我这人情，我没说不想欠你人，这种话我没说，我这转给你，你收了吧。我觉得那钱没多少。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爱跟他聊天。然后就觉得知心大姐的那种感觉。不是，那当闺蜜不就挺好吗？我跟他说了呀，他不愿意呀。除了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在不停的管你要钱要礼物之外，你觉得这个女生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像你一上来说的那样，说我不想再跟她接触？还有一个事儿，她从回来当天嘛，当天我给她准备就是小项链嘛，然后我疏忽，然后忘拿了。我说确实是我忘了。我说咱们先去逛商场，然后回去我当天我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？你既然有这个心意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拿？他就必须先去拿金子。当初见我的时候为什么不拿？他就必须得先拿。然后去拿了吗？拿了呀，然后就绕远嘛，绕远先回家，然后再去商场。等到商场，他又买了一个小金戒指。国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啊，这个东西给你准备了。如果说他真的这个东西想给你的话，那应该见你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准备好了呀。那我准备好了之后你拿过来呀。那你不拿过来，你是不是你就没有这个准备给我？你那么多天都等几个小时等不了。他还嫌弃你什么？嫌弃我懒。但是你确实你没有工作呀，我还一直在工作。你让他说完。他不懒，然后他3天那个就是那个碗筷他都不刷，让我去刷。比如我要做个饭，我都得先刷完碗，然后再给他做饭。你每天去给他家？也不是每天，就有时候我比如3天等3天晚了，然后我再去。2、3天碗没刷了，你就去给他收拾家是吗？做家务，然后比如那个地，有时候我确实可能是就是蹲的跟他那个要求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也都干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嫌这嫌那。你每次干完活之后，你都是姑奶奶、祖宗，你不配，你是狗，说这种话，说话一直都很阴阳。然后在节目上你怎么不说了？姑娘，你刚才好像在视频里面说了什么？他跟别人暧昧的事儿是吗？对。他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没有安全感？他有3个兄弟，他们建了一个群，然后他们3个兄弟就是不同的时间段看到什么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的类型还不一样。就那种短视频，他是有的时候发那些比较清纯可爱的，然后他另外其他兄弟就有的发那种跳舞蹈，然后还有。他跟他们那个营养课的同学，从认识的时候开始，然后就一直聊天，每天都聊，而且他还就是跟有的女生聊，那个女生她跟她男朋友的那些私密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全部都告诉他，还帮人家女生 P 图。你俩今儿来要解决啥问题呀？我是就不想跟他接触了。你想分手是吧？对。他要分手，你要干嘛？我觉得他要分手的话，那说清楚的话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吧。他送你些东西，他可以要回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会还给他吗？主动的？当然会还给他呀，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真心对我，不是说嘴上说我喜欢你，我爱你这些，不是为了要他这个钱，是看看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。我就剩100多了，还不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他的长相了，就不在乎他的身材了。那最起码，那你有一颗啥吧？有一颗真心得给我吧，对不对？男生，我问一下，你家是几套房啊？我家有3套。3套房都在出租吗？2套在出租。2个北京的在出租。俩北京在出租啊？那每个月租金应该有个1、2万，不到1万。所以刚才他说的8000多的收入就是这个租金，租金啊。但他北京有2套房啊。我们大概的基本的情况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。他就是不喜欢你，他一点都不喜欢你，他就是喜欢你的钱。这个事情不用质疑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他看重的是你的价值。对他来说，说实话，你连情绪价值他其实不是很在意，他只在意你的钱花哪儿了。为什么会在意说你跟其他的有可能会没有安全感？是因为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他会觉得你这个钱可能会分流给别人。而且男生，我跟你讲一点，就是
有的女孩子她会说一句这样的话，但是这句话是很伪善的，我买得起。但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买得起，但是他更喜欢有人送，她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，不是很聪明的一个女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男生你拿不住他，你拿不下他。第二点，姑娘，就是你现在在这段情感里面，包括你对你自己的定位，你不值得一个男人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双向的回馈给对方，就这个恋爱你谈不谈得起，是在于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，这份真心你对不对得住。然后现在你说怀疑是不是真心，你有没有真心啊？你怀疑人家是不是真心的情况之下，你有真心吗？说带礼物吗？带了，人家说你给我带个薯片，你说哎那是黑松露口味的，他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，就是这叫什么？就是少奶奶，你俩就赶紧分开，你俩的刚需都不一样啊，彻底分开，一个要爱情，一个要物质，你俩互相都给不了，就分开就好了，就咱们体面一点。我感觉你们俩没有真正的在一起，就感觉不到你们两人有那个真实的稳定的情感结构，可能你们相互之间还在一个试用期的状态吧，相互还在试探吧。所以我在情感的角度上啊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因为我看不到这个情感的流动啊。我们《爱情保卫战》这个节目啊，我们是讲爱情的，爱情婚姻里面有没有金钱这件事儿是有的，但它是个基础，它不是个核心。就不是我们俩谈恋爱，就是只有你给我花钱了才能证明你爱我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大错特错的。那一个人给你花钱了，你就能证明他是爱你的吗？你只能证明他给你花钱了，你其他什么都证明不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说你们之间没有情感流动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当你发现你男朋友兜里只剩300块钱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不是你今后几天日子怎么过？对啊，你饭怎么吃？而你的想法是，哎呀，那我500块钱的那个指甲我就改50了吧？你是觉得那我委屈一下自己，你没有思考说你应该怎么办？你看这就是没有情感的流动。你看这就是究竟是以钱为核心还是以情感为核心之间的区别。第二个，小我觉得你有问题，就是你始终处于一个戏耍对方的一个状态。虽然你确实你在花钱，你3套房，北京2套房，每个月小1万块钱的房租，那个钱对于你1个月的收入来说是算多的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真的至于到那种哎呀我剩500剩800啊剩300，然后每一笔账都给你记下来，然后我真穷的不行，明天我就揭不开锅了，你真至于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我觉得不至于。为什么？因为真至于到这个程度，我就花不了这个钱了，那我跟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你还是在什么50、70的在给人花，在这里面你有在玩的成分，就是你有在看你可以还有多少花招在我身上使，多小的钱你都还想要，你在玩这个东西。然后再加上你在社交里面那个举动和各种动作，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你是吃过见过的，兄弟啊，没必要在这边啊，你装成那副哎呀一脸忠厚的样子，我觉得你也不真诚。就你们2个人站在这边，我觉得配不上爱情这2个字。所以你们2个人，一个我想好好的去揪一下爱情里面的价值观，另一个人去好好揪一下你人生里面的价值观，要勤劳，要真诚。好，就这样。陆琪老师看待问题就会比较通透，说的再狠一点比较毒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寻求陆琪老师的帮助，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亮明你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，这样的话你会得到新人礼包。大家都会觉得说啊，女生怎么一直在索要钱啊、礼物啊什么的，会对你的印象非常不好。但是我觉得反而男生你的吃相更难看，就是你明明就是知道这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，然后到头来你却开始说为什么对我没有真心。如果你以后要想谈恋爱的话，不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彰显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其实这往往体现出来的是你的自卑。你可能觉得自己条件一般，工作没有，但是我仗着我在北京有2套房，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凸显我自己的优势，让很多的本身如果单从长相上来说我是配不上的女生，在我这里可以俯首称臣。
离不开我。如果你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谈恋爱的话，去找女朋友的话，你找的任何一个女生都是她这样的，因为你散发出去的找女生、找女朋友的这个条件和标准就是这样的嘛。那么对姑娘来说，就一句话，姑娘，你的事儿办得让你自己太廉价了。这个时代，如果一个女孩子显得特别廉价的话，她就永远让人瞧不起。我觉得一个女孩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一定要先爱自己。爱自己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廉价。我跟你在一起只因为我喜欢你，如果我不喜欢你，你怎么缠着我死缠烂打都没有用。甚至我不需要什么闺蜜式的聊友，因为我的精神足够丰富。我可以走出去看大好河山，我可以去全世界走遍各个地方，因为我自己足够的独立，我自己足够的自尊，足够的自爱，让自己不要这么廉价。姑娘，再继续这么廉价下去，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你。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谈一段关系，咱们客观一点，咱们在什么立场上去谈这个关系？刚才呢，我看这个小赵啊，反复用一个词，就是我不想接触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在一个接触的立场上谈这个关系，那好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不谈对错的。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到的是我们在做一件事，但是我可能在态度上要有调整。比如说他还剩800，咱们那次就别去了，咱们过2天再去，不要让人家有那种感觉，这个就是要扑上来把我吃干了抹净了的。哪怕咱们不能克制，咱们微克制一下。所以只要你稍微调整一下，我们在接触这个立场上是可以继续下去的，因为你们两个彼此动机都非常清晰啊。小赵是这样啊，就是我是觉得你上门去给人家打扫卫生，你能咬着牙关，在还有800块钱的情况下再掏500，不情不愿你也掏了，说明人家是有过人之处的。那如果他能够不那么直白，如果他能给你稍微留点余地，以你不是就想接触一下吗？你同意吗？咱们你看人点头了，人家以后呢，你有800的时候，人家努力调整，咱们花高300，对吧？而且人家也确实努力调整过，你有300的时候，人做的是75的美甲呀，人家是为了你消费降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能不能继续接触下去？既然您也是本着接触的动机来面对他的，所以要求那么多干嘛呢？我觉得你们俩就是2个小孩儿，完全没有生活过。只有没有生活的人手里有300块钱，还考虑去做个美甲，一个敢要，一个敢给，没有任何的生活。在你们的情感世界里，其实挺枯燥的、单一的。衡量情感的深浅就是用钱，因为你们太缺钱了，所以就把它看得很重。回归生活吧，2个孩子，就是你们在谈一场恋爱吗？我觉得你们俩更像是在照镜子，在测试生活。所幸你们遇到的彼此还都算单纯，没有那么深的城府。你们什么话，什么应该说，什么不应该说，全说了。你们没有那么深，你们没有那么坏，你们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这堂课里面啊，小学生。所以以你们很单纯、很简单的经历来衡量一段所谓你们认为的情感，我就是对他不信任，对吧？女生就是对男生不信任。所以我既不图你样，也不图你貌，那我得图你的真心吧。你的真心是什么？我觉得钱是最重要，你把你最后1分钱花给我，我就踏实了。这是可能是你在对于情感这件事情的理解。姑娘不对，这事儿不对，但是幸好遇到了他没有那么坏。你们俩在我看来都是孩子，可能有些话说深了，你们脸皮可能薄，立不住。但是你们的父母没有跟你们说这个话，社会就得给你们上这节课，赶紧去踏踏实实生活。房租那是父母给你的房换来的钱，那不是你的。他说的唯一一句我觉得对你有用的话就是赶紧去工作吧。好，谢谢曲老师。那接下来这样，我们有请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转门之后。好，来，叔叔阿姨也同样回去。
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了。这个赵先生和李女士。那在开门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，这叔叔阿姨的吧？来了哦，妈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他俩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好陌生啊！从祥林中走来。好啦，俩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跟我们说说呗？以后在一起，就是改变一下自己吧，尽可能少发脾气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属于您2位的浪漫30秒吧。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好好抱抱对方了吧？所以我要不喊松手，您2位得一直抱着啊！来，这还不好意思呢，抱，必须抱啊！这是我们节目的规定，必须抱，不许分开啊！好啦，请亮灯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好的，身体健康啊！希望2人能好好安度晚年。祝你们幸福吧，谢谢。来吧，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2组的赵先生和陆女士，他们2个人到底会怎么选择呢？那在开门之前呢，我们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抖音，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，并且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会开通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坐镇，帮您答疑解惑，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。同时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，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。记住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开门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估计是不会出来了吧？他们应该不会了吧？我也觉得。就是希望大家真正的明白爱情的意义是什么。有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为你花多少钱就代表我有多爱你，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一份爱，才是真的爱啊！有美好品质的人才值得被爱。哎，说的特别好，有美好品质的人才值得爱，也值得被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